现在在大家眼前的这个建筑物呢，是北投文物馆，以前是台湾最高级的温泉旅馆，其实它背后有一些很哀伤的故事。我们知道，在二战时期，神风特工队大部分都是15岁到17岁的小男孩。不只是日本的少年兵，连台湾少年也被征召，更冠上是无上的光荣。在出征前呢，军方会把他们带到这边来，我们会这边享用最好的一餐，然后泡温泉，以及还有艺伎陪他们作伴。那最后呢，他们也会在这边登大廊，在隔一天呢，他们就要慷慨的从容就义了，因为这边呢是他们生前最快乐的一晚。传说住在这附近的居民呢，晚上还是会听到军队的声音，会听到拉门的声音，会听到艺伎的弹奏声，会听到唱军歌的声音。天要是在这边。你好，他还会送你一双袜子，防滑的，因为不要伤害到他的东西。去吧，秀宝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以前神风特工队最后一晚泡的浴池。很深哎，很舒服。很爽。这个嘉山温泉旅馆呢，在当时的费用呢，将近要花一个上班族月薪的1/3。假设我们以这个22K 来算呢，泡一次温泉的话，要花台币7000块哦。那你可以想象那些神风特工队的队员，在他们人生的最后一夜，然后泡在这边的感受。一方面享受人生最后的快乐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隔天就要面对战场上的残酷，他们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矛盾的。是有矿石，加温泉。在古代是没有医院的，所以他们非常依赖这种温泉，这是上天赐给你的一种药。北投的温泉浴场，那个时候是东亚最大的温泉浴场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新北投公园，就是大家在抓宝可梦的地方呢。现在的新北投捷运站以前是有火车的，因为这边有很多的温泉呢，所以他们也盖了游园地。背后的餐厅呢，就是当年他们吃的最后的一餐，丰盛的料理。这一个合适的榻榻米就放得非常好。首先进来的部分呢，这个纹路是顺着的，床之间的部分呢，没有所谓的床刺，这个地方呢刺到这个的话，这就是床刺。榻榻米的小风水，这边有一个这个很奇怪的单独的一格，这通常就是要拿来放茶的地方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北投叫北投吗？北投其实是原住民的话，本来叫 Kiba 岛，什么意思呢？女巫的意思。因为北投这边一直都有温泉，还有那个温泉的烟，让人家觉得说，这边是不是有女巫住在这边？北投最早的温泉旅馆就在我这边，有没有看到天狗庵遗址？天狗庵遗址是那时候有一个日本人采矿，后来受伤了。那个时代呢，没有医院，他就很想要知道台湾到底哪边有温泉，他就到处问人，然后人家跟他说有一个地方叫帕桃的地方，可是他不知道帕桃在哪，他就到处找，终于找到原来是北投台湾第一间民营的温泉饭店天狗庵，因为他盖了第一间的温泉饭店，那台湾呢这边呢温泉业呢也就开始蓬勃发展起来。这原住民本来就有洗温泉的习惯，因为他们会发现，比如说野外有鹿受伤，可是鹿呢它竟然会去泡热热的水。后来泡了几天以后伤就好了，所以原住民之间也就口口相传说有一种热热的水泡了身体会好。其实古代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呢就有这个泡温泉的习惯。从哪里来？台北。三重。我小时候念这边，我小时候念。高雄呢，我嘛三重呢。你我倒位？我台北桥。台北桥我忠孝路，离228公园里，好巧好巧。硫磺味。
其实这以前里面有所谓的北投石，北投石是世界上4000多种矿物中呢唯一以台湾命名的矿物哦，所以具有独特的纪念价值。后面这个图书馆呢，它是北投的图书馆，那它是一个绿建筑哦，非常的漂亮。北投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地方。北投的菜市场呢是台北最大的菜市场。那北投其实以前也是台湾几个很重要的风化区之一，只是现在好像都不见了。那我一直觉得说，旅行其实很多时候呢是为了和你的故乡更贴近。我们去了这么多日本的地方，有时候回来台湾，你会发现，原来台湾也有这么多地方呢，有这么深的历史文化啊！希望大家也可以去细细的品味。介绍一摆也去左边也相片的，哪块？也相片。これは有名の時、約1ヶ月の時のこれ木ね、これを写真まで